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今天的题目是：你们是互相暗恋吗？你们是暗恋着彼此却完全不知情吗？来，我们今天来用多个角度，我来帮你探查一下这个讯息是哪些。那这是今天的2张牌。等一下拿近看的时候，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那我会做一个简单的解释。那直接选牌，如果你选不出来，我们等一下会用星座的方式做一个随机的配置。你可以再看看那一个星座选到了那一张牌，你是否有内心的一些反抗或是顺从。如果顺着走就可以选，如果有些反抗，那就表示你找到答案了。其实你想选另外一张，好吗？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指引自己。来，那第一张是宝剑骑士。宝剑骑士，我在这边选它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2组牌应该1号牌会有一个比较主动的行动力跟旺盛的好奇心，而驱使他去找到彼此或是开发下一步有可能是这个方向。所以如果你是这种渴望的话，你可以选骑士。来，再来是钱币金币侍者。我希望他在这里出现是因为我希望他不同于骑士的那一种躁进跟开拓性，我希望他是一个稳稳重重的一步一步的就走到你身边，而你也是安稳的一步一步走到他身边的这一个态度。如果你心态上是趋向于这个念头这个口，你可以选金币侍者好，那这是今天这2张牌。如果你这些讯息还无法选牌的话，没关系，我们就来看星座的部分星座就随机抽随机翻，我并不知道下面是什么我没有把它背起来了来，第一个射手，来，双子，来，狮子，好，再来，金牛，处女，牡羊。好，1号牌就这6张，再来是其他的来，天平，巨蟹，摩羯，好，双鱼，水瓶，天蝎。好，那就这2边那你可以再仔细看，你可以再看久一点好，那没问题的话，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咯。好，那我们就先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今天的题目是：你们是互相暗恋吗？所以我可能会找一些比较笼统的、比较浅的讯息来确定一下这一件事跟你们的关系、跟你们的距离好，来，我先看一下最核心的好。来这里来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不行，有一些迟疑，他叫我再洗一次。好，等等再来最后一组，用这个好，好，就这些来，好，我们直接着重点从最核心来看，先告诉我你们2个现在是否互相暗恋？你心里想的那个人，或是你没有任何暗恋某个人，可是有某个人正在暗恋你，都有可能给你一些线索，它不一
定要非常吻合，你已经暗恋了，然后我们来从你暗恋的人里面去确定他是不是暗恋。没有，我们其实这个是多项的。如果你没有任何暗恋的人，那我们也可能找到一个暗恋你的人哈，没关系。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核心的能量哈，看看现在，即便没有进入暗恋状况，你跟谁的能量算是蛮接近的。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哦，命运之轮，命运之轮做核心的话，他告诉我，你们两个是同步的耶，你们两个对彼此的感觉其实是同步的。可是命运之轮有一个很特别的讯息，是代表还在形成中。也就是说，可能你跟他都处在某种有好感的阶段哦，因为这一组目前翻起来，他一直让我往后推。我其实心情上跟讯息上一直想往前走。这个概念是什么？是我一直很想去确定你们其实知道自己喜欢着谁，只是不知道两个人是互相暗恋。我一直很想把这个方式往前推，可是有一个阻碍告诉我说，现在两个人似乎不对等。所谓的不对等，是你喜欢他的程度跟他喜欢你的程度现在都不一样。有可能你对他也只是好感，可是他对你是已经喜欢很久。可是中间有一个不确定性，让我觉得他有一个讯息，像是有某一方觉得他不可能喜欢自己啦，有可能是你觉得他不可能喜欢你，或是他其实喜欢你很多，可是他早就觉得你不可能喜欢他，所以他在跟你的相处的表示，或是他在你的生活附近，都只是一种盘旋、环绕，不想出手，不想表达，知道会受伤害，觉得你不会喜欢他，所以不需要表达任何东西，连眼神、连靠近这些都不需要。可是他好像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时常看到你。那目前以命运之人给的讯息是，没有机会，也不想找机会去表达喜欢彼此，喜欢对方。好，我不知道这个讯息是在你身上还是在他身上，可是这中间一直有这一个讯息，就是有种半放弃的感觉，就是它算是某种，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暗恋的模式啊，他会一直处在一种认为对方不会喜欢自己的状态里，这就是暗恋啊。哦，那我所谓的不对等是，我觉得，而且有比较多的是对方好像比你想象中的对你的好感更多，只是他没有表达出来，他也有一点在打迷糊上，有点丢烟雾弹，让你觉得他跟你的距离很远，因为他心中好像有在觉得跟你不会很靠近，心灵上不会很靠近。好，那命运之人在这里又在这个核心地带，我们要讲的是，你们两个能量靠近的时候，我们要寻找中间的那个美感。为什么要寻找那个美感？因为它可能是让你们两个靠近的一个契机。譬如说，什么时刻、什么场景、什么重复的地点，那都是一个好时机。可是命运之人在这边却告诉我说，你们目前的关系跟距离是静止的，是停止的。虽然前面的进度不错，有走到了一个可能会有特别感觉的位置，可是现在是处在一种静止状态。他可能在等待什么，旁边的牌才会告诉我，在等待什么，还在看会有什么。哦，我只能说，命运之人在这边给的50-50的感觉，一个50是有彼此有确定自己心里的喜欢，这个是50；另外50是也确定了。我觉得这个是处在一种比较想象的空间，两个人也都同时确定了对方应该对自己没有感觉，但是这一个想法比较多的是保护心态，因为不够确定，先保护自己，所以不表达。哦，那选择1号牌的朋友，从这里就有一点破梗，告诉你说，其实他喜欢你，然后你也喜欢他，这样。可是这里没有一个很强的推进力，在
鼓励谁去告白，鼓励谁去靠近，这里没有这个讯息。好像现阶段先走到这里，先停一停，这个讯息比较强。在我平常这样子解牌的顺序跟架构里，有一些模式是雷同的。这个模式里，我看到的是现在的时机可能不够好到能做出什么表示。好，先等一等，这里有一个先等一等的讯息，还蛮强的。对于这个讯息，我帮这个再多翻一下。我觉得我要翻一张来确定一下这个讯息到底。好，我翻一下，我看一下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去捕捉它跟你的心意是否对等或是同步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非常强烈的感觉，是你们两个会有一些误会，其实可以早就出手去告白去接近。有的时候这个讯息会非常强烈。那这一组，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挡着，推我要去再更含蓄的形容这一件事情，好像在提醒我不要投入太多我自己的乐观渴望来去传达讯息，所以我就有一点点往后退，好像我直觉上觉得你可以去试看看，或是可以去靠近他的这个念头，突然产生了某种小小的害怕在我心里，所以他会让我去对于要不要鼓励你再去更靠近他，或是跟他表达一些心意的这一件事情打了折扣，或是也基于一点点想要保护你的心态，或是保护这个关系的感觉，态度上我会收一点那个话。那所以我会觉得，在平常整个能量的架构来说，这个讯息出来，通常我都会直接归类在应该是时机点还不够好。那时机点不够好的很多理由是，他可能最近会有一些事情让他没办法有别的心思去处理一段新的感情，或是某种关系的往下发展。就是说，你跟他有可能是朋友，可是要从朋友进展到情人，他也许对你也有好感，也许你们这个阶段是，或是两个人能量或是友好程度是可以进入恋人的。可是现在时机不好的关系在于，可能现在他没有那个能力处理，或是会处理的不够好，会有点带过或是轻描淡写的就这样。所以这边比较多的是推了我一下，所以我觉得他这里的先走到这一步的讯息蛮强的了。先到这就好，先到这就好，差不多是这个形容。那没关系，我看一下这里给的是什么。好，这张很亮哦。又一次，又命运之轮，太奇妙了，这一切。两个命运之轮都这么说，那我就没有办法分支出来一个新的内容了。他这里就只是在强调说，就是再同步一次我刚刚说，就是先到这里就好，先到这里就好。所以我只能说，如果一开始就这样子的话，他有一个警告以后，我觉得我收到那个警告以后，而且我有收到两种讯息。第一是先到这里就好，但另外一个讯息还不错，是乐观的，就是说目前发展到这里也不错，还不错。而且他也在讲有未来性，因为命运之人讲的不一定就是有什么很 lucky， 有什么好的事情要转运，没有的时候是这样。但这里我看到的是，它有一个可行的路径再走，但先走到这里就好。那它代表什么？代表后面还有东西要走，但这里先停一会儿，差不多是这样。那就给了一个比较乐观的期待。比较乐观的期待。那后面你们两个的相处跟发展会怎么成为？又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趋势？我们再从其他牌来看好了哈。来，我觉得我先从最乐观的角度来看一下，从宇宙的就是说它好与坏是
他不讲坏的，他只告诉你继续等待吗？他会给你一个比较很正面的方式，就是有一种绝对的鼓励、绝对的光明面去给你一些建言，他不会做出警告，不会乌鸦嘴，不会给你让你难过的一个位置，看他给的是什么哈。权杖五的话，他没有那么给的讯息没有这么正面乐观。通常这个位置给了权杖，我都会觉得，就跟我刚刚讲的，跟我刚刚的猜测差不多。你们两个近期有人可能要先处理一下外务。为什么我把话收成是你们两个，不是只有他的事？因为这一个跟我刚刚想说是他那边的这个，应该是他那边有事情造成了时机不好，他没办法专心。跳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念头突然消失了，反而提醒我要把两个人都一起说。所以我就会觉得，可能在未来不久后，会有一些事情让你们两个其中一人，这边没有指定是一人还是两人，反正就是有事情会让你们没办法专心在要跟一个人创造新的关系这样。但是这里给的讯息不代表说，现在如果两个人有人告白，就没有机会在一起，或是可能性很低。这边讲的比较趋向于，即使现在告白，两个人想试试在一起，可是那一份一开始的美好的状况，可能就没那么完美，没那么浪漫。哦，因为它有点像是在嘈杂之中决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没办法专注去享受那个一开始被告白或在一起有心心相印的那一刻。所以牌面上并没有完全阻止你们两个更靠近，只是在提醒说有很多杂事准备要出现。所以命运之人说先到这里就好，他就是在说先后面再等一下，哦，不差现在去靠近这样。但是我必须再严厉的说一下，他也有可能在说还没有看到后面的可能性。他也有在说，可能两个人的感觉现在已经到了饱和点，就是你对他的感觉跟他对你的好感，现在可能在饱和点。那他需要有其他的事情发展跟发生之后，才有再增加。因为我觉得他没有那么顺利的想要往未来轮转啦。哦，我对于你们两个这份关系的未来跟接下来的推敲讯息都一直一闪而过，跟很模糊。反而是这里确定先走到这跟走到一半的这一个讯息是锐利的，好像就是走到了某一个悬崖边，然后看到了另外一个山头，看到了对岸。可是这个桥是存在的，还是还没搭，还是隐形的东西、隐形的木片、隐形的阶梯都不确定。唯一能确定的是看到了未来，可是好像不知道怎么走去。也就是说，白话一点，比较像是你们两个似乎现在关系现在关系也不错，可是看不到怎么让它执行到更好的关系阶段。好，然后又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似乎没办法专心去创造这个新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一个很强的专注力去找到这一个两个彼岸的连接的桥梁或什么，现在是隐形起来的，是看不到的。有个直觉觉得能走，但是不知道怎么走，现在是处在这个怀疑中。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回头听听命运之人讲的这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先这样子就好，因为他可能有一些未知的讯息要发生。好，没关系。那这边
最善意的提醒就是说，有事情要先处理了。好，那我觉得他就点到为止而已。因为我觉得这个讯息看起来很重，可是用一个很轻巧的方式给，没关系。我们再看这个位置哈，这个位置其实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位置啦。它是一个在今天这里，我觉得它是一个你们两个之间一个非常深沉的低语哈。这个低语有可能会不小心把事情说破，或是支支吾吾的把秘密收起来不说，就看这张牌怎么说哈。来，力量啊，看来我从这里得到的讯息是一个酝酿，有一个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连结能量正在酝酿中，还是等待中，有这个讯息，但是它非常沉到最下面哈。要等它浮起来，要等它在对的时机被发现。但是还好是力量牌，表示有那一个柔软的连接正在创造中，正在把你们两个拉住。坦白说，就是你们两个关系是已经连接在一起了，可是未来要发展成哪一个模样是不确定的，甚至你们两个传达给彼此的讯息也是薄弱的、不明确的、没有对齐的。好，翻到4张牌，我还是一直得到一个等待，再等待，但没有全然的绝望跟完全放弃的一个方向感了。那回到今天的题目，我觉得你们对彼此其实是有一个基本的好感。好像因为关系上没有创造出什么能增加跟增进两个人关系的奇妙事件，所以这份暗恋好像还没有再往前再更进展。你们就是都有一种轻描淡写的知道彼此的存在，不讨厌，也有一种奇妙的陌生感，可是又有一种可以对话成熟悉的人的一个契机，也有都在这里，但是都很淡，而且都没有能量支持去做，或者是都没有能量去往下走一步。这里就已经说没有，先等等，连翻2张。好不容易有力量牌，好像可行，可是他在的牌阵的位置是非常薄弱的，大概就1-2%的力量是有。他这边只给了一个希望是有，并不是完全断掉的，就这样而已。讯息就这样。那这边其实是个比较悲观的牌，他这里其实是在讲说还很繁杂，两个人的能量连接还不顺，还没那么直接，更多的是看到彼此。也没看得很清楚，主要还是因为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分散了所有的注意力。好，那他最多就只能这样，在这个最光明、最正念的位置，也给了比较含蓄的说法。含蓄的说法。那4张确实都还是证明时机还不够对，还不够对。没关系，我们。如果都已经是比较警告的意味的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们就从理智的部分先翻一下一些其他的讯息怎么说的哈。来，我们来看一看现在这个关系有没有一个最基础的解方哦？有没有一个浅显易懂的智慧可以给我们一些指引跟方向哈？那这个位置会给一些很简单的讯息，让你理解一下现况。来，塔牌那就是。我就直说，这里说的是有一个重要的转变期正在你们之间发生，但没有指定是你这里还是他这里。但是我觉得它呼应了2张命运之轮所讲的，先到这里就好。所以这里也是有一个连线了哈。这个连线，我觉得，
他讲的是说，以时间点来说，现在是一个需要转变的好时刻。那它的转变是一种大跃进、大进步，会在你们两人之间，可是没有说是发生在谁身上，反正会有。那这一件事情会改变其中的人，但他没有说只有一个人，那也有可能改变两个人，但也有可能是你身上会有一个对人生有比较大的改变，对他有比较大的改变讲。那这里又再讲一次，他希望你理解，现在这一个时刻确实不是没有那么容易去创造一份新的恋爱关系。那我跟你说，这边出了5张牌，这个我们当1张，这里4个讯息都在说，如果我们的想法跟意识上是渴望着能够突破暗恋这个状态，或是你只是想知道他是不是也喜欢你这个状态来说的话，这里给的答案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先发生，那你想要的这一个答案才会有结果。也就是说，对方目前对你，我觉得最多就只有一个片面表面上的好感，还不至于到有心动到要到暗恋的状况。为什么？他也不是说他不喜欢你，而是现在没有那个思绪，没有那一个往前。这边已经说了，你们中间没有那个突破层会往那里走的事情，还没有。那再加上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让你们已经是最靠近的距离，然后反而引诱出别的事件是，你们，我一直觉得有一个特别的事情要发生，然后改变了你们两个的成长跟心灵的状态啦。那这个改变之后，反而比较能够看到彼此的重要性，而内在有一个开窍，去知道说，其实有一个你自己会喜欢或是喜欢自己的人就在附近，这样他会有一个很需要开窍出，需要爱。好，他一个推力要推成是，我喜欢这个人，我应该去试看看的这一个下一个阶段前，会有一个事情要先发生。所以我们翻牌的时候，先翻到了事情发生前的这个时刻，可能有事情要先发生，后面要等着发生之后才会再进到我们现在渴望的是能不能突破暗恋，进入比较好的关系，是这样。所以这边一直有一种处处为难、处处阻碍、处处在暗示说现在不好这样，但他又会讲的比较委婉，是因为我们今天翻这张牌，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渴望着这个暗恋的状况是否不会只是停滞在这里？可是他一开始就告诉你说，就现在是停滞的，现在就先这样子就好。所以对我来说，其实你刚前面听了大概很长了10几20分钟，你会发现我一直在寻找能够突破这个疆界的契机，只是有点小可惜是直到我直接去求看看这里的最关键讯息是什么的时候，他却告诉我说，有事情要先发生啦。但他有一个比较狠心的讯息是告诉我说，你现在所期待的那个浪漫的片刻未来性，以现阶段来讲不是最重要的。那为什么说现在不是重要？因为是以你跟他这份关系来做基础点来去看的话，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张符合我前面刚说的，就是会有一些外物，这边也说了，会有一些外物，其他的事情分析了你们两个人对于爱情的专注力，所以前面才说时机点不好。但他也有一种保留，因为他这里有50的一个希望，他也在保留的说，不是说你们不适合在一起，而是这个时间点不适合让你们在一起。你懂这个差别吗？一个是你们的能量结构上其实没有否定掉你们其实是合适的，人格、能量结构、相处、生活可能都还蛮合适的，可是这个时机点不适合。我觉得他讲的是为何不适合，因为可能在整个内在的灵魂各方面你缺，或是他缺了一块，需要靠一个特别的事情去发生，来去经验过补足起来。然后往前走一步，人格有进化升级，不知道是你还是他。那他这一个改变，创造了新的契机，让你们这一个暗恋状态
从本来对彼此只是一个好感猜想，进而变成强烈的感觉，而促使自己觉得应该要去试试，去主动去接近这个人，去开创出一些什么。哦，目前看起来是这些了哈。讯息怎么翻都是在这个讯息里面，牌子怎么翻都是在这个讯息里面环绕，所以已经翻一半，我就只好直接这样跟你说哈。好，你应该可以理解现在你跟他的关系跟距离了。那一开始就说再等一等，现在先停在这边。我觉得一开始就说对了哈，牌面就这样说了，没关系，我还是会再持续帮你找别的契机点，跟我们再理解一下是什么样子的事情要发生，然后改变，或是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哈。你不要看到塔牌就觉得是坏事了，我通常不会这么认为塔牌是，而且尤其是我的翻牌方式，塔牌出现，我就没有要让它成为一种崩坏、爆裂式的、摧毁式的讯息。我要翻到它，我就不会觉得它是那个好，所以你要在我这边的讯息，你要知道，他讲的是有一个强制介入的改变要发生。它跟死神牌不一样，死神牌比较像是说你心领神会了，需要知道要改变，它不一样，主动和被动的一种改变。那我认为都是好的，所以这里不无可能你们两个在这个事件发生。有可能不是你的，有可能是他自己的，你什么都不知道，也有可能，反正就是他会有一个时机点要发生某件事情，改变了某种你们两个能量的结合方式。好，有点难，但我相信听了这么多话来听，你应该都听得懂。好，来，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直接把严厉的部分都翻完。只能说牌面还是没有那么想放过或是放松整个讯息的走向哈。首先，战车牌出现了，但是它在水星爱情更加浪漫的远方的这个位置出现，我只能说，这里战车牌说的是还要再走一段，才会看到你们两个关系的进展，而不是说还要再走一段就是你们两个会在一起。没有。我们前面已经前置说了，有些必要的改变要先发生，你们的关系才会有所突破。还有一件事情哦，可能是你们发生可能是你的转变，因为你现在在看盘，你得到的讯息比较多，你能被开窍的东西比较多，比较全面哦，所以可能是你的改变哦，心智上的改变哦，它这个是很难说的。然后这份改变需要时间，所以他这边说还有一段路要走。那可能就在这个时间的消耗里面，你对于喜欢这个人，你可能也有可能会处在一种等太久了，我不如去冲一次的感觉，也算是一种改变哦。突破这个疆界都算那他会因为每日每夜的你的生活里所经历的事情不断累积某种念头，那这念头可能就包括我刚刚说冲一下去跟他告白，去跟他接近，去跟他讲话。也许你们关系没那么近，也许你们还真的完全是陌生人，只是生活中遇到的常出现的人的暗恋，有很多的暗恋方式。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已经认识不认识，很常相见，只是在固定时间相见的陌生人都可以。那战车牌讲的是还需要再行走、消化、变化、内化一阵子这一个思维，然后会接近某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之后，你会决定要不要突破。但我现在讲的是你，但我其实也包括他，只是因为现在是你在听我跟你说，但是其实这件事也是他，也需要时间一段行走，他可能会觉得你的存在感，或是对你的感觉好感有新的感觉、新的突破，或是他别的故事线有发生某些事情，然后你的存在对他来讲突然变得很强烈，会这样好。我为什么会把方向走的比较像是偏向有希望？那是因为圣杯骑士出来了。圣杯骑士给的，他在一个牌阵里面非常严格的位置。所谓非常严格的位置，是他希望我传达这个讯息的时候，是希望非常严格的，希望精致的、有条列式的、有规矩的方式传给你。那他叫我传给你的讯息，就是
是有浪漫的希望，是有浪漫的渴望，可被渴望的方向。他这里，我觉得会很意外的是，这样子看下来，其实我们处处被阻挡着，或是也有一点点打消念头，对于暗恋会不会再更增加浓度，从喜欢暗恋到有机会，或是从我们猜测他只是对我们有好感不讨厌，看会不会变成暗恋或是有主动性的这个渴望，前面其实是都被阻挡在现在，就先这里先等等就好了，以后再看看。本来讯息是这样哦，可是直到这里翻开了圣杯骑士之后，而且又在这一个完全对冲的方向，通常这个位置会直接告诉你，给我的讯息，希望能够直接告诉你说，面对现实，他会给一些面对现实的牌。如果今天战车牌是跟这个交换，战车牌是在这里，那我就会直接告诉你说，还早，没那么快，先不要想那么多。结果这两张牌却交换了位置，这里我反而变成是有希望，可以等等看。那这里我才能够把它变成比较柔化的，因为它在的牌阵也是一种遥望远方的星星。那你对那颗星星有许愿了，可是愿望要达成，需要再等一下，变成比较柔性的。而且战车牌它从这里再次强调了的讯息，更像是不远、可走到、可达成、可进行、可期待。好，当这两张牌交换的时候，意义完全就不同了，所以我才会把它讲着比较像是说，期待一下某种转变，你或他，因为他这里把可能性展开了。虽然我一直跟你说你，可是其实我也在讲他。那如果这一份可能性就是这个暗恋的可能性，我们把它打开了，那我们就真的只能期待塔牌这里所硬生生的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有个大改变要先发生了，我们就只能把那一个希望放在这个大改变能够创造出什么崭新的感受，在你们在这个事件之后看彼此的眼神跟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或是会看到某种改变是明显的改变，而去产生了全新的吸引力，也有可能。那这边突然有一个讯息告诉我说，这个事件似乎也有可能让你们先分开一阵子，然后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是全新的，是刚刚才有的那个讯息哈，我就直接说好。总之，我觉得在非常吝啬的牌位，就是很难说出好话的牌位，给了可以有恋爱希望的渴望的讯息有出来，至少没有把这份期待完全封死，没有呢，总算看到一些契机，所以他牌正一开始，而且他一开始就在这了，我们不是另外抽，他一开始就已经在这了，所以你要想，如果我们今天是先翻这里，我就会告诉你，你们的爱情方向是有机会的，会变得比较乐观，然后直到我们再翻到如果是塔牌的话，我们就发现说原来没有这么顺遂。其实都是一样，逻辑顺序是这样，只是翻的顺序是这样。我们先从一个比较低谷，后来找到了可以行走的方向，只是这一个整个情绪会可能是直转直下，再找到挖到一些希望了，有点云霄飞车的感觉，但至少并不是全无希望，只是有点辛苦啦，时间被拖延了命运之轮告诉我们，你们这个关系的后半场其实是没有很明确的看到什么可以主动去执行跟拉近关系的能量，没有这么明确的讯息。但还好在这里给了一些希望，可期待。我只能说这两组就是可期待，但是要等待，要等待，没关系。好，来。那基于这个点，我们直接看这两张哈。我们先看一下现在怎么了，现在的关系整个结构，两人关系现在的处境骑士，这边给了一些不错的讯息，我觉得这个是我蛮意外，这里出现宝剑骑士的。我给你他比较好的讯息是，你跟他也许现在情感上的
进展不会这么大要进，或是有强大的改变。但是这里告诉我说，好像可以换一点方式，改变一下你们的相处模式。那我这个讯息是先设定在你们本来就已经认识了，可是没有这么熟悉，或是你们之间的情愫并没有往爱情那个方向走，现在表面上的感觉啦。那可是这张牌给我一个小小的讯息，跟前面有点不一样。他告诉我说，他对你的感觉，也就只有在现在来说，好像就只有好感跟不讨厌这个关系上，到喜欢，他那边还没有这个念头。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骑士要我告诉你，是有可开拓、开发的方向跟机会。这是什么？你要他喜欢你，似乎可以主动去培养出来，去创造两个人的亲近感，是有机会的。但是我必须说，这个位置跟这个牌出现的时候，他给的底层情绪是要乐观、要开朗、要大方、要一起好奇着未来。所以你们两个，或是你跟他，你们要找到内心深处真正的默契跟真正的共识，不能勉强。这怎么说？最粗浅就是你们要找到共同喜欢的兴趣、喜欢的东西、喜欢的话题。那为什么说不能勉强？你不能去配合他，他也不想配合你，要这样子，这关系才会慢慢的有往前，创造出更近的关系。好，那我为什么说这张牌跟这边的不太一样？是我觉得这里的你们彼此的好感，对彼此的好感，在这里说的比这里的浓厚。这里有点接近到，如果想告白，试着交往看看是可以的。可是这里却告诉我说，好像你们的关系的亲近接近，好像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近。不过我这边必须要把我脑袋里的某种分类，还是要先告诉你哈。这里这张牌可能在讲的是暗恋某个陌生人，或是暗恋某个刚认识的人，而这里在讲的暗恋比较像是你们已经有蛮不错的互动，只是没有那么确定是那种喜欢。它比较像是某种很近的接触，然后很像可以恋爱的方向，只是没有确定是不是那种喜欢。这里比较多是这个。那回到真实的环境里，我觉得这边因为选择1号牌的朋友，这个是比较开放式的关系，它这里会融合至少2种，一个是你暗恋他而已，然后你跟他可能是一个绝对的陌生人，只是常看到；还有一种是已经认识，只是想确定是不是互相喜欢，这2种模式，所以它会有2条讯息会混在一起。那我会立刻依循我的直觉，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像是在说已经认识一阵子，像这种有机会去确定是不是互相喜欢的程度，这里比较独立出来在讲。如果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没有你想象中的近，那他说可以自己去创造进步成像这里一样，而且这里还说了方法了，找到一种自然的共通点，不要配合，不要勉强，因为会被戳破那份僵硬，知道吗？好，所以这个讯息我觉得它独立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里少了一张，少了一张这里该知道、这里该有的这一个讯息。那我直接翻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完全独立于另外一个讯息了。
但是我觉得他也不乏是给这里的人建议啦。以现阶段来说，可能没办法进展到立刻确定关系，但是好像也能够开发彼此新的共通点，或是找到。好，就是这一段相处时间也不要浪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没有真的浪费，这个也不是真的是独立起来。我只能可能说我刚好立刻读到的是一个独立出来的思维，然后立刻说，那我看这样子其实他也没说错。如果看1号牌的朋友，其实你跟这个人也蛮常相处的，你只是想确定关系，或是想确定他的心。我觉得可能以命运之轮作为基底来说的话，他可能在告诉你，现在不是一个确定两个人是否能成为情侣的关系，或是确定彼此是不是互相暗恋的时刻，但是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就是你跟他的相处可以创造比较多的新的相处模式，或是其实你们两个还没有那么有共同兴趣，那么有共同话题，现在可能是个好时间去创造，以一种要成为比较亲近的朋友的方式去创造也可以哦。那如果是以这个角度来说，命运之人给的讯息也在说这个时机不错，所以这里所谓的先走到这停一停的讯息，可能是在于要进入比较多的爱情或是浪漫主义的方向的这一条路，可能是只能先走到这，要等待别的事情发生做改变。但是如果是以一种创造关系、创造朋友、更近距离、更亲近的关系，以朋友为基准的话，那现在似乎是一个好时间来去找到共同的兴趣。那也许这一个也有可能就是这里所说的所谓的改变的时间点。它并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它有可能就是同一条路哦，只是因为我们牌还没翻出来，不知道它的逻辑线是原来是往这里走，所以至少它可能是两条线，一个是被动的发生某些事去改变你们两个的本质，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你主动的，或是他主动的，让你们两个找到了共同的某种共同生活上的东西，他必须要很深的好奇，要有创意。但是记得这边我一直在提醒，一定要真诚，一定要不勉强，不要刻意的去配合。好，那似乎这也是另外一条路。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不是我们就都知道的方法吗？可是为何这边要偷偷提醒？那就一定是第一有人没想到，第二有人没勇气去执行，其实想到第三。有人本来就不相信能创造这个啊，他其实有很多，那他会提醒，就是能被提醒到的、能被开发、能被开窍的人，他会接住这个讯息。好，那如果以这里来说的话，以这个位置在讲什么？现实世界、物质世界，现在你能做的有什么？他帮你找到可能性，所以这里我会这样这个方向跟你说。好，这组确实是难解哦，它有点诡谲。其实主要是今天这个题目本来就不是一个会有一致性方向的题目啦，哦，它比较难找到路。哦，我会有尽力。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牌，我要翻的是有可能会诉说你们两个其实有一种神秘的连结。超然的、直觉的，只是两个都没有发现。所以我们翻开的时候，如果有明确的信息，我会告诉你说，你可能可以试着让你们的关系拉近的方法，可能有什么？看看能不能搭配这里哈，看他们俩是不是搭配的。No， 金币4啊，他没有比较前卫的、比较照进的、比较积极的讯息。我只能说这里。它定义了你们两个人目前的关系，只能用比较保守的方式来去相处，所以这里比较像这里也是说了一个，就是说不要这样立刻往前告白，不要立刻变得特别好，不要什么。这里再告诉你说，所有的做法跟相处要保守一点，不要那么照进。好，那他这里底下的语言，我收到的应该就是说。如果太积极，有可能会被吓跑。你们现在两个人所维持的能量上的安定，
如果要去找一个关键字去形容，我觉得他在说的是，安全的距离最好。我觉得他这里又回到了这里啦，就是先到这里就好。他又回到了那一个保守的，所以我只能说这3章还没翻哈，我只能说现在这上半部所有的讯息归纳出就一个东西，就是现在其实你们2个的关系是目前能走到的最好，不要刻意去要往前让关系变得更好。虽然这里有一个突破性的讯息，就是你可能可以做，可是他这里把它定义在以朋友的角度去找到你们共同的东西，去开发，去好奇，因为他这里有一个好奇加开创，所以他在暗示我，你们2个还没有更深入的共同点，还没有那么完整的出来。你们常看牌，你就会知道，我通常都会比较偏乐观，去找到好的方向给你们。但是这一组算是非常难找到乐观的角度，主要它的强大讯息很多。第一，保守一点，现在已经最好了，时机点还没到，还要等待一下其他的奇异点爆炸出来，发生别的事情。现在就先这样按兵不动，这样。那好不容易找到这里，好像可以促进一些关系，找到一些共同点，可是他把它拉得非常基本。你唯一能主动的是去找看看你们的共同点，去搭线，但是不会有太多的进展。现在只能先讲。那我必须说，我没有很强的接收到某种他很想要跟你表达什么的能量，没有那么多。他跟你的关系现在就维持在一种稳定，不会被破坏，你也不要去破坏的一个状况。现在就这样子，先这样子。目前看到这里就这样，没关系。那至少我没有看到他会立刻远离你的讯息啦，他还会在你附近。至少这里的所谓的保守状态跟现在这个位置的状态，都是已经算是你们的关系走到一个目前安全，比较能定义在安全的关系位置上了。所以先满足一下这个点。来，我们还有3张牌哈，我看一下这3张牌。这3牌其实都是好牌啦，好的牌位啦，不会讲什么很难的话啦。当然我先看一下这边给的讯息你能得到什么？国王这杯国王，我觉得这里他给了蛮好的方向。给了什么？就是我觉得他跟这里蛮符合的，就是他讲说你们是有机会走向，我比较开放一点啦，你们在彼此的相处累积的次数、频率、时间再拉长一点，会在其中找到可以成为恋人的契机点。这里说有有那个脉络，有那个路径，然后其中包含了蛮深的一件事情，是你们要互相理解到某一个程度，要熟悉彼此的某种思绪的逻辑。那这样子会找到那个脉络，会找到你们的连接点，然后就能够突破往你想要往的那个方向去，而且甚至你会找到他喜欢你的位置是什么，有可能是超越，只是对你有好感，不讨厌讲了，或是他本来就对你有好感，只是那一个东西没有被膨胀出来，没有被定义成可行。也就是说，他也许看到你跟你相处，或是在你附近出现，看到你的第一眼感觉都是好的，是有机会可以试着看看交往，都有，只是没有被成为一个有行动的讯息，就停在那里。那只是在这里说，如果你们可以更近一点，
或是更长一点的相处，它是有那一个可期待的水能量，可期待的浪漫能量，是有那个泉源可以，是有那个绿洲是可以被你们找到的。这边他并没有让你觉得他这边说有，只是他用国王牌在这里，他的定义在于不能只是靠直觉。这份相处，就像我刚刚讲的，他有蛮多的理解，所以你们的关系进展会偏慢，还需要慢慢的走。他没办法今天立刻告白，明天就没有，那会太多了，还是需要慢慢的相处才会开发到那个点。这个位置就是这样。那好，这里其实有一个关联啦，只是这个关联现在蛮难定义的，因为他们所属的内在意义差太远了。如果我有想到这一个定义怎么去诠释，我再说。但是我知道这里有一个关联。好，我花个10秒想看看。我觉得，它比较像是说，我必须说，它没有封死你们两个，只有现在这个状况啦。但是以刚我们前面讲的，它确实是有一个大转变，是要有一个奇异点作为事件爆发而改变，才能够有可能走到我刚说的绿洲可能在后面的这个逻辑来说的话，我觉得中间这一段定义了一件事，就是真的还有点远，这是就是很现实的答案。因为他这一段他如果能量相近，他如果是本来就很好连接的两张牌，我就会觉得这一段他就有可能就像跳降落伞一样，跳了就会走到，而且还会降落到对的位置。可是因为它这里两股能量是对冲的，强烈的火能量跟非常浓厚的水能量、丰沛的水能量在做一个对冲，所以它没办法顺利的有一个很强的连接，只能说它是独立发生自己的事情，它有自己的事情要发生，有些大改变在两个之间。那它这个它是在很后面的独立的事件，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行走之后会找到那一份绿洲，它就不是一起的时间，它是分开的。所以这份关联并不是紧密的，可以立刻连接。所以结论就是时间还是被拉长了我们需要先等待这一个改变的大事件发生。我们发生之后，我们还要再等待，慢慢的行走、相处、互相的理解，而且还不能断才能够找到彼此情感的泉源位置在哪里，意识到你们两个彼此的喜欢是有到那个程度的。不然，以现在的状况来说，确实都比较偏向你暗恋他的浓度比较高。而我们在慢慢的发现说，他这边的反动，跟你对你的喜欢，都处在一种蛮安静的状态。我一直没有觉得有一个很强的反扑的讯息，他一直处在一种和谐、不讨厌，但是给机会、可开创、可往前，是有机会，但又在这里说不是现在只能说很抱歉，我一直在重复讲这个，因为我也在重复讲的中间在帮你寻找路了。好，那还有这2张，来，这个算是最有希望的位置，这个我等一下再翻，我还是先翻这里。这里的话，它这里有一个最强的开窍的点啦，也是非常善意的位置。哇，又出塔牌，哇，这可能是我近期不能说最难解的牌，而是云霄飞车起伏最大的一组牌。它都在对冲的位置，牌都出现在不太属于它的位置，是一个冲击的位置。那这边如果是整个牌面上是讲最大的善意的位置的话，我觉得他给塔牌，我只能说，记得好好的接住某种大改变表示这份改变势在必行。那
这边给的提示是，记得要拥抱自己所能表达跟付出的最高善意，去接受，去体会。那看来这个改变就不远了，而且它是在极为善意的位置，它跟这里不太一样哈。它这个是一个光明的，把坏的东西都照亮，照得好像很真廉。这里是你要有自身的善意，去把你的善良开到最大，去接受面前的一个大转变。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它有可能是这个转变，可能连你自己都会吓一跳，或是连他都会吓一跳。我这么说，再重复一次，不是你就是他，反正有一个大转变要出现。但也有可能是你发现他有一个大的改变之后，再出现在你面前，所以我才会说他有可能会不见一阵子，然后再一个全新的改变再出现，也有可能是这个方向，但也有相反，也有可能是你。那这一个契机点就出来了，你们用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但是要接住，这边说的要用很强的善念接住，看来可能是有关乎原谅某些事情，可能是有关乎有些你不想面对或不想原谅的事情要发生的时候，或是你想指责、你想抱怨、你想生气的事情，可是这里却告诉你说，你可能要面对。我都说你了，但其实也有可能是他了。你可能这边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了，但是如果你这边将会发生，我先跟你讲，他要你做的就是记得那份仁慈、慈悲跟善良都要同时开到最大去面对。你会有一种全新的内化会影响你了。那我觉得从牌面上，如果从这里这样子说，这里说的角度不一样，这边又说了一次，可是角度也不一样。我会用一种提醒的方式告诉你，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好，那基于今天的题目，为何会走到这里？我觉得牌面上更着重的在于，你们两个要能够意识到彼此的爱情能量是存在的，可能有一些前面的改变跟自我的提升要先面对，跟要先做，要先经验到。所以我们其实并不常会有这样的状况，但是已经出现很多次了，都会在我们翻牌的过程中发现，我们今天所追求的题目才是次要重要的、次等重要的，并不是最重要的，反而会在这一个渴望爱情出现之前，牌面会告诉你说：等等，先把自己调整好之后再来渴望爱情要出现这件事。所以今天这组就有可能是这个讯息。好，今天的重点非常多，非常复杂哈，希望你有听到哈，没关系，我们还有一张牌。我说过这张牌是这里最充满希望的牌，我看看会给我们什么。宝剑十吗？的确是宝剑十。好，其实宝剑十哈，是宝剑十对，宝剑十跟这个牌跟这个牌，其实我觉得差不多概念，但我觉得它会在这张牌旁边。我觉得同理，只是它的同理带来不一样。它这里是希望你保持着最高的善意去面对接下来的改变。而这里讲的是这份改变可能要拿一些痛苦去换，那这些痛苦在交换的过程里面会有持续的开窍。只能说今天这些牌翻了一套除了这个讯息是比较独立，在一种他好像努力的找到可能能让你们两个关系有所进展的方法之外，这里全部的讯息都非常统一的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有某个重要的改变在你们两个之间会发生，它是一个事件要发生。那这个改变有可能会从身心灵三个方面都同时去影响一个人，而创造出了或是不自觉的就有所改变。只是这个角度还蛮开放一点，就是不知道是他还是你。可是无论是他或你，
的改变，都会让另外一个人发现有人改变，而中间的气氛关系改变。那现阶段命运之轮说先停在这里的原因就是这个，必须要等待那一个改变主动的影响你们，然后你们被动的被改变。我想从这个方向，原本只是肤浅的讲到会有事情要改变你们，可是这里我就讲的更深层的，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会让你们两个有人知道如何去用更善意的角度去面对人世间的无常，然后会经过一份很难以思索的、很难以寻找到答案的一个阶段，而体会到自己的执着吧。我觉得这里在讲的是那个执着。那当你体会到很多事情是因为你自己的执着而走不开之后，你放开了，那一份改变，它会进化成是一种新生、新的生命重生会出现，有点像类似死神牌。可是它这里一直都没有出死神牌，我觉得反而是节奏很快的。它有可能会在你还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东西改变的时候，你已经改变了。那个冲击很快，那个立刻改变也很快。然后可能比较多的是后续的，你如何接受这个改变，或是他如何接受这个改变。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排除这一个讯息，因为他这一个不在恋爱的讯息上，比较像是朋友的关系上。你们现在如果有更多的互动，它最多只是建立在朋友的熟悉度而已，我觉得它就是有熟悉度。那我觉得他这张牌也比较像是在安抚、安慰你，现在这个状况很难有新的进展。也就是说，以今天的题目讲说，你们是互相暗恋吗？这个状况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就只是互相有好感，而你只是暗恋他比较多。那你想要再去突破，做更多的事，改变这关系，可能现在无能为力，差不多是这样。那不过我必须说，全部看完，我看到一个很清晰的点是，似乎有人要升级了。有人要升级了。那这份升级会着着实实的改变你们两个看待彼此的眼神，看待彼此的观感。我是蛮期待这一个改变，在你们两个之间成为一种新的火花。会成为一种新的再现于对方眼前的时候，那一个新的刺激，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改变，让你们看彼此的方式、角度、感觉，就在那一刻不同了。所以这组牌比较像是我们翻得太早了，我们也翻在了一个时机不对的点上，翻在了好事要发生的之前的太前面了。以至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只能看到有事情我们要面对，后面的美好反而变得比较没那么清晰，这样子。可是以命运之轮2张来说，其实是给了一个蛮好的未来希望，是说没有啊，只是现在这件事情太敏锐、太重要了，所以这边要凸显出来，先告诉你说有一个流程、过程要先发生。可是从这里都说。命运之人所说的后半是有爱情的希望的，可是他为何没这么笃定说会有？你只要过去就有，就会得到。我也没得到这个讯息，为什么他没那么笃定？他在讲的是这一份改变能否如他所愿，如牌面所指引的方向，有这么好的改变，或者改变的成功？因为有人会在这一个改变出现的时候逃避、不面对、不接受、生气、抱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当下或什么，反正这是我没有特别去讲的讯息。因为2张塔牌出现在我觉得它我不想要出现的位置，其实蛮算是一种惊吓吧，它已经不太算是意外惊喜了。好，尤其这里塔牌出现在这一个，我认为你要主动拿出慈悲去面对，
的位置，我觉得可能身心灵上，对于接下来可能有的一个转变，会蛮劳累的，会蛮劳累的哈。好，你看哦，尤其在这里，连最光明的牌一开始就暗示了，用一种非常谦虚的方式、委婉的方式说，还有事情要处理哦。好，如果你回顾整个流程一路下来，其实都有同样的角度啦。好，没办法欺骗自己，好吗？好，那这就是1号牌的朋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天使牌哈。看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天使牌给的2个讯息，它应该还是会给一些启示了。我们还是要照样去寻找来看一下，不要让我们这么绝望哈。因为其实1号牌我觉得蛮难的哈。现在这个现状，我觉得先维持起来，跟这个人关系，记得看了这么多，我们可以把它忘记，但记得一件事，不要让这个人在你眼前突然消失不见就可以了哈。目前看起来是这个很重要。来，第一个哈，好，第二个，好，我们来看一下这2张牌，天使给的讯息是朝什么方向的啊？等我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是，有点看不清楚，拿一下眼镜。29了，29是 layer 啦，哈，它讲的是一种内心心理的捆绑的一个大解放了，哈。我觉得它还蛮契合今天的这个主题了，哈。所以我觉得他也在暗示，因为他天使会讲的再更明确，他不像牌面就是我必须要去组合讯息，他讲直接一个更明确的，就是说你是有能力摆脱所有的限制，所以他这边也在符合这里，你是有能力接住这个全新的改变，然后它有可能是你整个原本被制约的，你所相信的价值，其实把你捆绑住，可能会在这一次的改变跟这一个，让你找到解脱的方式，而且你也找到了那一个自信，你也开拓了自己的能力，才发现说，其实自己也有能力扭转乾坤，你有这个能力，好，你不会被困在现在的局面，好吗？这个是第一个讯息，哈。那第二个讯息是瓦萨里亚，哈，瓦萨里亚，他讲的是说，他其实这里讲的是原谅，我觉得这里又开始符合这里，就像我刚刚讲的，他这里说有些事情要发生的时候，你可能要拿出更强的慈悲、跟慈爱、仁慈去面对，更强的善意去面对。但其中我一直避讳着讲的就是，当你拿出慈爱跟慈悲去面对事情的时候，它包覆着一个动作叫做原谅。那这边说了哈，那这边更强的是，记得要原谅那些可能在思绪上、感受上，你觉得背叛你的人事物，要原谅他们。那他这一份原谅会在你心里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内化。我觉得算是，当你每次都在刻骨铭心的时刻去原谅了你可以惩罚的人事物的时候，你内在的升华会比那些指责、抱怨的快感，在你内心内化成更高级的东西。记得这个点，原谅是非常重要的。记得有一句话，我们其实一出生就需要被原谅，因为我们一出生就打扰了这个世界，我们就为这个世界带来了纷争，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在心底祈求着，在我们任何做错事之后都有人原谅我们，所以我们是带着一个希望被原谅的角度来到这个世界上。当你思考到这个点，你就会知道为何这边是最善意的牌，最善意的牌位，它独立在这个牌位有这么重要。而这里特别今天强调的是，你要拿出最顶级的、最高级的善意去面对接下来的事情。它也符合了这张牌讲的原谅哈，我相信你们听得懂哈。那好，这就是今天这2个天使牌的给的一个提示。它可能不会直接连接到牌面上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它这个提示建言也对于你现在的生活跟你现在可能正在面对的状况，跟这个暗恋状况不一样的事情，可能也有关联。这个提示在这个当下其实很重要，你可以思索一下为何这个时候给这2个提示哈。好，那就这样，那这就是今天的1号牌哈，讲的还蛮长的。好，我们最后还是要做个小提醒，就是记得所有的讯息听不懂、不接受、没有认同，就把它忘记，把它丢掉没有关系。我们每一次看牌是需要寻找那一件
一句话一个关键字，能够跟我们的内心能对话，然后我们在这个对话中找到自己的答案，找到自己的方法，找到自己的方向，找到自己的诠释方式，那才是从你内在出来的答案。好，不要过度依赖牌面给的任何讯息。当你想要依赖的时候，记得要跟自己内心对话出自己的答案。这个很重要。因为整个身心灵是你自己在体验，只有你最了解心底那个声音，你要把它听清楚，把它听出来，好吗？那就这样，这是1号牌的朋友那很长，很谢谢你们很耐心的听完，那祝福你们。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你们是互相暗恋吗？这个题目比较难啦因为它有比较多种关系，就是你暗恋他，然后其实你不知道他是否也是暗恋着你，可是你们的关系其实以目前来看还蛮友好的有不错的互动频率，然后会有一些类似暧昧的状况，会有一些亲近的状况，很靠近的状况，也有可能有谈心，什么层次很多很丰富。那还有一个更特别的状况是，你跟他可能是完全的陌生人，只是在同一个场合时常遇到，比如说去上课啊，比如说去上班比如说去健身房，时常遇到在同一个时间线上。那彼此可能有眼神的交换过，也注意也在意过彼此的存在。可是你已经喜欢他了，他做很多举动，可是这个暗恋的程度可能会在比较初期，那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这种与陌生人的互动上的一些亲近，比如说他帮你拿东西啊这些的。然后有感觉到某一些能量的交流，所以你会想确定说是不是他也是暗恋你这样，所以它会有不同的层次所以这一组牌解的讯息会非常复杂，我会一一的帮你整理，然后你再去里面对照哪一些讯息是比较接近你自己的，好吗？好，帮你找到一些轮廓跟方向。来来，那第一张牌。好，来3，好，其他的位置看一下，这个是核心，这个比较难解的牌，把它放在比较高层次的解说的位置好了，就是它的解释难度是比较高的好，再来是其他的方位的好，最后2张，我用这个好了。那我们今天就直接先来开核心的状况它就会比较快，就先定义一下这个现在的状况，亲近啊什么的直接看看能不能直接给予我们的提问是，他也是暗恋我的吗？我们是互相暗恋的吗？来，宝剑8我觉得他给的方向是一个比较，我先用这个比较粗浅的啦，就是太容易形容，就是它是个闭锁状态，是2个人的情绪跟感觉。我先说，你可能等等我看一下这个，它这个是包是还没到，还没有走到会有所谓的暗恋或喜欢的感觉以这组牌来讲，还在非常前面，2个人的关系还在非常陌生，这样。那先说如果你跟这个人还完全不认识，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另外一个情境，他就只是在整个空间里会遇到这样子，那么可能还差一些主动跟接触，然后频率还会增加这样。那这个状况里的朋友，你们中间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如果你硬是要突破，我觉得也是有机会，但是我觉得有限，那这里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已经有互动过的朋友，就是你已经跟这个人互动，然后有接触，这样2个人感觉也不错，也没有太糟。那可是这张8的猜想意义比较多啦，你猜他会不会喜欢你这个角度比较多。
他那边，我其实翻开这张牌的第一个直觉是，他现在似乎还没有往你这边想。那他这个原因有很多，第一，他可能有自己喜欢的人；第二，可能是他有别的事情没办法让他在近期投入爱情。哈，这个情况再去猜测对方是否暗恋自己的情况非常常见，非常常见。因为我们先不管占卜，我们就先管人性上来说好了。基本上你感觉不那么清晰，通常对方也表示他没有很释出对你这边的一些能量跟反应啦。那这个原因真的很多，通常这个角度去看的人，去看牌的人，你会觉得是他不喜欢你什么，可是其实真的原因有很多。有时候翻牌会有很多是他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他现在根本不想谈恋爱，他现在可能才刚从一段恋情结束，他根本没有兴趣去喜欢任何新的人。他也有可能一种是他的个性，他是想先把自己顾好。有些人对于爱情的渴望，爱情的感觉本来就在他的能量分布上是比较低的。有很多原因。那以这张牌来说，我觉得目前有一点点背对背的状况，或是他背对着你的状况。我比较偏向于他现在没有太多余力，或是没有那么强的欲望去期待一段新的恋情出现。但这不代表新的恋情出现的时候他会完全拒绝。只是以现在宝剑八，我觉得这宝剑八的牌是属于他的，并不属于你的。它是用来诠释他现在的处境。他现在的处境是，我觉得他现在在自己的世界里在处理一些比较艰难的事情，他现在有自己的关卡正在突破中，所以回头来想，他喜不喜欢你这个点，我觉得还不到要命这个题，我觉得比较像是他现在还没这个心思去应对你这个世界对于爱情的渴望。但不代表他没有心思去应对一个爱情。那这一个路径其实就是在说，你们应该还没有往爱情的那一条路上的连接桥梁，其实还没有搭起来了。所以我才说这张牌讲的是非常初期，非常初期。那还有一个更深的层次是，如果你跟他的互动已经非常频繁了，已经到你感觉到他好像有点喜欢你，可是为什么都好像又觉得有一层膜隔住，好像猜不到。我跟你说，他就是现在就是那个心思还没有出来哦。那维持这份关系，目前对你们来说，对他来说是现在他能做到的最好的一件事。可是他把你们的关系维持到很好，并不是一个主动有意识的想要去做到的事情哦，是他的本能上知道跟这个人跟你这个人的关系这样子好就好了，是一种本能上他的人格上觉得跟大家都要好的一个程度哦。那你对他有更进一步的想法，目前看起来是有一些围篱需要突破啦，才能改善现在的状况。好。那基于这个角度，我觉得宝剑八做核心开场不够完善。它没有一个，我希望能追求更多光明面的讯息啦。所以我对于这个，我给他再抽一张，我们来再看清楚一次好吗？看能给什么哈？来。因为宝剑八的讯息，在我想要的这一个核心能量的诠释上，讯息不足啦，讯息不足，而且也有一点点支支吾的，不想给一个正确答案的概念。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好，如果这里做补助是用圣杯国王的话，我觉得好一点。因为他有水能量了啦，他的意思说是有一些空间可以让关系变得更好，有出来。可是有点小可惜的是，出的是国王。我必须很坦白的说，他这边国王给的一个讯息叫做，
先把关系稳定下来比较重要。这里似乎暗示着是，也许因为我比如说国王圣杯，你可以把它转换成一种被管理的情绪。那为何这个情绪需要被管理？因为它有点澎湃，有点旺盛，有点丰满，有点丰沛，所以需要被管理。所以在这里，他讲的是，你们之间可能没有互通流动的水能量、情感能量，但是有在蓄积可以成为更好关系的水能量，所以才会用国王牌来做控制、来做管理。在讲的是现在的状况，以理智面来看是很好的，也许是最好的，先维持下来，先这样。好，那我们回头看宝剑8的这一个封闭、内在、内化、怀疑这个能量，我们可以把它想做是一种你自我内心的纷扰，或是他现在正在面对一种自我内心的纷扰。两者都有，两者也有可能只有一个发生。那这样子的点暗示的是，现在的时机点并不适合突破成一个新的关系。那往好的面向去想，圣杯国王的存在，其实也暗示了现阶段已经还不错了。那后面有没有空间可以走？当然是有啦，只是并不是以一个鼓励的状态要去开拓或开发更好的关系，维持住现状已经算不错的了。以现在的角度跟翻牌现在的时间点来说，是传达的讯息是已经不错了。那只能说这张牌只是我们一开始翻的啦，然后我们其实还有很多讯息。那他们在牌阵上所代表的深刻、犀利的位置意义是不同的，我们可以再翻。好，我看我这个时候应该要翻哪个牌来去解救这里，或是再去诠释一下这里。我们来选一个最光明面的位置，先听一下比较乐观的讯息。我们来看这里他怎么诠释，我以宇宙的能量他怎么来看待这一件事了。又是8，可是还好是圣杯，是圣杯。其实我觉得它也对称了宝剑8啦。我觉得意义没有差很多。那我觉得这个位置我们要把它看成是它是一个非常善念的，一个非常正念的，所以它给出的讯息通常都是一个为了你好的，或是为了现在这个情况好的一个讯息。那他这边我必须说，很坦白的说，他说先放着，先让他自己演变成一个下一步，演变成下面的故事，先放着。好像现在无法多做什么来让你们的关系变好，来去探测他是否有没有机会，也是喜欢你有没有暗恋你的。我觉得这边比较多的语言是告诉你说，如果你暗恋着他，然后你们关系现在也不错，不好不坏，也没有特别好，就有遇见有什么？现在这个状况就先这样子就好了。现在说的是这样啦，是有点在等待什么的讯息有，可是更多的画面是对于下一步跟未来是更多的迷雾啦。我觉得这边暗示着，其实今天这两副牌。这一个逻辑跟1号牌有点类似，讲到这边都有点类似都还蛮类似的，都是有某种东西在阻碍，然后都有一种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被确认是先等待这里就已经有这个概念了。我希望它不会这么像，我希望它能够往别的地方走啦。只是2号牌的说法更温和一点。如果你好奇，你可以去听看1号牌、2号牌。可是2号牌的方式说的更温和一点，它比较像是说，你可以先去别的地方走走、听听看看啦。这一件事情先不要放在心上这么重，先放着。它好像现在也只能先放着，先放着。那以这里，如果我们用最白话的讲，他的意思是说，先不要想。先不要想，这个时间先不要想这一件事情。
你可以保持着你对他的喜欢，你可以持续做你对他的好。如果你不认识他，你可以持续着偷偷的观察他、看他，这样子都好。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到达一个满足点了，就先这样子，先不要想，没有什么太多能做的，没有什么太多能做的。那他也是暗恋你的吗？我目前觉得，如果以这个题目来说，很难确定啦，甚至有点接近没有啦。可是我为什么不这么说？因为我有看到了你们中间有一个好的情绪，有在空中细细的交流着。那这一个好的情绪、好的思绪、好的水能量，有让你们还是能够时常出现在彼此的眼前，不会在生活中直接消失。可是这个频率是不连续的，是随机的，无法等待的，无法去等，无法去捕捉的。这个意思是什么？你无法在常常看到它的地方，确定是哪个时间一定能看到它。所以我说这个是随机的，它每次的出现都会造成一种随机的惊喜啦。也因为这一个不稳定状态，所以这边才会说先这样，先不要去想，因为太难确定了，太难确定了。那到这个阶段，我们来讲一个特别突破性的啦。如果你现在直接去认识他，直接去告白，想认识，用一种想要靠近的方式突破这些，你不相信这些，你不想要这些突破，你就直接去认识。牌面上对于这个思维给的反应是什么？来翻一张来看我们就翻一张来看，他给的反应是什么。我就不会这么深究它的底层意义，我就直接给你我翻开的第一个直觉讯息，好吗？比较慎重，让我洗多一点哦。好，一样，先看着，还不太。这张牌我觉得它比较多的讯息是你这边看它的角度偏太乐观啦，我觉得偏向太过于乐观，所以他给的就是还是先远远的看着，先保持这个距离就好。这边讲的很明确，那份喜悦、那份光彩都在他身上发光，你是他的观众。以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就也是一样，先不要去突破。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我们很难猜到他现在是不是人生中要面对什么事情，所以他无心，没有那个心意，没有那个心思，不代表永远都没有，只是现在这个时间似乎不太好。好，那如果这样子没关系，我们知道方向了啦，至少知道先保持这个距离就已经很好了，反正它不会消失啦，它近期不会在你的生命中消失。那好，既然这样，我们来看，我们直接来先面对一些比较严厉的讯息，看他们怎么单刀直入的对这个感觉做形容。来，好，宝剑，如果以这个宝剑能量我会觉得，我觉得他这里确实，他凝聚了比较多的共同讯息，叫做先停下来看一看，先停下来看一看，也许这个人跟你想的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边这是我的方向啦，但是我觉得他叫你先停下来看一下，观察、好奇一下他。我不觉得他一定是往负面的方向走，他也有可能是，也有一些特别的惊喜将要发生。那有点希望你现在就静静的观察一下他，在他的附近游移，观察他，好像会有不错的角度或是事情发生啦这里并不是说有一个围篱把你们的关系围起来，不让你往前，而是好像你跟他的关系现在走到了一个最舒适的距离，
可以好好观赏这个美景的距离，这样子。哦，宝剑能量跟水能量的融合，我就必须说，它可能在暗示着，以现阶段来说，你太靠近它的话，你有可能认识更多，你可能要更接近他的现实那一面，不是说他的人格上的现实，而是你会接触到他的生命中的现实那一面。就像就像我刚刚说的，他可能生命中有在面对某些重要的难题，他不想跟任何人诉说，他的心思可能都在这上面，可能有家人有生病啊，或是他的工作可能不够顺利啊，或什么的，有很多你不知道的问题。那如果你现在太过于突破去靠近他的时候，我所谓的你面对的现实是你可能要面对着他跟你保持距离的时候不会遇到的情绪，那你会接不住，因为这份不熟悉哈，因为你为什么我说不熟悉？因为你跟他的不熟悉才会带来你对于他是否暗恋你的这个提问从心里跑出来，因为太难确定。那因为有这个不熟悉当成是一种我觉得保护的栅栏啦，所以如果你要突破又太靠近的话，我相信会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情绪，或是他的真实世界的那一面，因为你闯入了，你必须要面对。而且这边告诉我的是，可能接不太住，可能接不太住哈。所以我们就还是听听塔罗的谏言。这里都说，现在这个距离是最完善的。然后这里还用了一个眼光角度看的距离，告诉你说，先这样子好好的看着他就好了。因为他现在可能释出的所有讯息，释出的所有自己样貌，都可能都是因为他隐藏了他内心的某些别的东西所带来的一种表面上的美好。那你可能现在喜欢的就是他所展现出来的表面上的美好，这样。哦。我只能说，这里就连圣杯国王都有带来一丝阻挡的讯息啦。哦，可能是因为有感受到选择2号牌的朋友，有一些人想要做一些什么突破这份关系啦。哦，所以他特别用好几张牌，有点潜移默化的跟组织很多语言的在告诉我说，这时间不太好。这时间不太好，用这么，我觉得他用了已经很委婉的方式说，这时间不太好，就好像也不太能多说什么。那为何时间不太好？是被我挖出来了很多情绪上的关键字啦，所以先透露给你自己组织起来一下。好，那没有关系哈，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翻啦，还有一些更强的正能量的、更有智慧的位置的牌，我都还没有翻出来，而且它有非常多的支线，我们可以再翻。那没关系，那我们既然到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哈，就是这一个最深层的啦，来看一下这一个讯息哈，圣杯10。我相信，我通常都会比较相信非常依赖这张牌了，不能说相信，非常依赖这张牌，这个牌这给的位置，因为它这个牌位置大部分是在形容一种宽广的无人之境的讯息。那这个无人之境的讯息在讲什么？就是如果没有像我这样子刻意去把它捕捉到的话，里面有很多讯息是没有意义，也没有主动性，或是没有对象去诉说的。所以我们回到这张牌，它讲圣杯10，那就表示说它是看好的。看好这份关系是有未来性，是可以走的。好，但是这张牌有的时候是有一点点不怀好意的。我的意思说，这个牌阵的位置，它有一点点像是我比如说有点看好戏的概念。但是今天这张牌翻开的时候，我得到的讯息会比较偏向他觉得事情还没有到定局啦，还没有成为一个定局，还有很多特别将要发生的意外要发生的事情要发生之后，才可以看到后面的变局。但是以这个牌看你们两个的能量发展来说，他是看好的，他是觉得可以
有所进展的机会，空间也有。他认为是这样，只是在这一个牌的位置，跟其他牌阵的位置所传出来的讯息来说，它是最容易被挤掉的，它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尖锐度、频率，就是最容易、最无法穿过墙壁传到其他的空间里的。但是我不会忽略它哈，因为我觉得这个牌常常讲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因为它很小，容易被忽略。可是他用这么强力的能量去传达一份讯息的时候，我不会忽视它，我会把它当成是某种0.1%的契机，来打破所谓的不可能。那基于这个角度，他说你们两个人的发展虽然现在可能还没有进入到你能够确定他是否暗恋你，他是否喜欢你，他是否在意你的程度，但是他是看好的。他的角度应该是在于你们两个能量的合适度跟未来性，应该是有发展的空间。好，难得在这个位置，我觉得他用一个比较乐观的角度来诉说，不要放弃，或是一样，也是这个时间点不好，但是他的造句会变成是：别担心，只是现在的时间点不好。好。那还不错，我觉得应该要在更落井下石的位置给了一个比较反面的牌，表示他看到的未来性比我看到的未来性更乐观。那我们就把它接住，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位置。好，其他比较难的东西，比较旁边只字片语分支的讯息，我们这一次最后再来看。我们先比较回到现实面，我们来看一下现状，你跟他的距离或什么哈。这里可能要比较翻出来，会让你认清一下现在的现实是这样子。那我们如果发现无法突破、无法往前，我们就把它归咎于现在时间不好就好了。好，再等等。好，来，这里讲了真的比较实际的角度啦。你们现在两个能量确实是处在调整啊，在调整。那这份调整我为什么突然有犹豫？因为我觉得，我希望他给我的因为他这里就只告诉我说现在的时间，如果你要去诠释现在的时间为什么不行，他就告诉你说，非常了，现在就能量在调整了。那我想要知道是调整什么啦？调整你或调整他，还是调整你们两个的连接，还是故事线还不是这个时候要到恋情啦？有各种啦。我想要得到讯息比较多，翻3张好了。因为当我有一些深刻的怀疑的时候，我觉得我会有点没有那什么耐心等他解释这么深的东西。来看一下，好，女祭司表出了哈，宝剑8又出了哈，宝剑皇后也出了哈，好啦，确实是有一些事情啦，有重要的事情，要怎么讲？有重要的事情应该不是说有重要的事情了，因为女祭司牌出现了哈，它有一点强制介入了你们两个现在这关系的一个平衡啦，然后加上金币，我觉得它现在正在让你们两个比较对齐啦，以情绪上、思绪上、眼光上、节奏上我觉得现在两个人没有对齐啦。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你对他比较多的，你观看他比较多啦，能量比较多，然后你比较在意这中间的情绪啦，那他现在没办法回应这个情绪，也没有感受到这个情绪的回应，表示你们两个的能量现在是没有对齐的，还有完整度不够，比重也不够，就是中间也没有什么很强而有力的连结。但是如果金币2在跟我说现在在做一个平衡啦，在做一个平衡。但是我觉得他比较偏向于在试着找方法让你们两个比较平衡。我们用白话一点，就是现在比较在试着让你们两个能够比较看得到彼此啦。
你会说，我本来就已经很看到他，我很在意他，我已经看得很清楚。其实没有啦，他现在比较在说的是说有没有看清楚。所以回到这里，这里就已经说要继续看清楚，然后现在到这里就先这样子，不要想太多。可是这里的时候，我刚前面是不是说，他有一个讯息是先观察一下，先停着看看。这里刚刚是不是就说了？这里又说了一次，这里又这样子讲。所以我比较归类在我们现在去探求他是不是也是暗恋你的，我们往爱情的方向想，我们希望这关系能够再进一步。可是牌面上说还没有要到那一步，现在光是两个人的能量要比较契合，要比较对齐，要比较有默契，要比较有沟通的，或是有更好的对话，这一件事情是需要先解决的，需要先面对的。所以，所以前面才会说，先这里停一下。停一下，看一下，感觉一下。好，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有一点太 hot 了，太热了。也许看2号牌的朋友，有很多人对于现在暗恋的这个人有非常多的主动。这边似乎对于已经做很多主动的朋友，有在做一个提醒说，太 hot 了，太烫了，要冷一下，要冷下来一下哈。那从这里过来都有在说。先停止一下，先等一下，然后这里再告诉你理由。宝剑牌出了2种，而且都是蛮犀利的，蛮喜欢介入的宝剑能量。所以这边得到的答案是，你们之间还没有达到一个完善的平衡，而产生不错的连结，所以。能量要介入两个人之间的能量的接触，再找到协调性之后，再看看后面怎么发展。那现在的关系不适合去突破成新的，或是去创造出什么。先不要躁动，先不要躁动，自有一些你的故事线跟他的故事线会自然走到合适的端点。它会有新的连结跟什么？那我们回到我们说1号牌，1号牌的意思是说，他们两个之间会有事情发生，可是这件事情并没有直接对这2个人有关联，可能是对方有事情，或是观看者有事情发生，然后会在2个人的人生之中做单方面的改变跟影响之后，回来再看彼此有不一样的感觉，这是1号牌给的讯息。这里呢没有明确说要等待一个事情发生，但是他有明确说现在这个时间前先停看停是很重要的。那他走的方向比较像是，好像还没有看清楚。我讲最白的就是，你好像还没有看清楚你喜欢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模样。那以他的角度是，他其实也没有认真看清楚你是什么模样，所以他如何去喜欢，因为他都还没有看清楚。那这边也回头也有可能是你喜欢的这个人，是你心里想象的他，可是他其实不是这样子。他也许更好，但也许更坏。它也许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样，但无关于好坏，也有可能是这样，所以这边才说还有一些东西、关系、事件正在协调中，正在调和中，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只能等待。这边3张都这样说了哦，那是非常理智的，非常介入式的非常介入式的。我讲一个情况，就像你要把一张纸撕成2半，可是被要求的那一条线要非常直，所以你拿了一支尺，量了刻度，左边15公分，右边15公分，然后要准备割，这整个流程变得非常复杂，非常太多心思，太多的小心，就是多做太多事。所以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宝剑能量进来，他用他斩钉截铁的判断，直接一刀砍下去是完美的各半，是用这样子的角度进来。从这个角度让情况协调，只是这个砍下去是一个时间概念。我们看是瞬间，可是它是一个慢慢砍下来去做2边的协调。现在在这个过程里，所以你无法做出什么，只能等待这个东西自己发展到
他也看得到你，看得比较清楚，你也真的比较看得到你喜欢的人是谁的这个角度。我必须说，他并不是要你认清现实，跟看出来这个人其实是个坏人或什么，不是。他的角度是要确定你喜欢着什么，而且那一个你喜欢的东西是对方身上真的有的东西。然后以对方来说，他知道了你这份心意，他也因为知道你是谁，你是什么的模样，他也看清楚，他知道怎么回应。而在这个回应里，也许包含了我知道我也能喜欢你，是这样子。所以他前面有一个那翻开这里前，我是依稀的感觉到这样子的讯息，可是我不确定，说我不敢直接说。那既然这样子4张牌是这样支持我这样说的话，那我就直接斩钉截铁的说，我通常都会只抓最乐观的方式跟模式来告诉你们。我希望能够累积对于未来的期待，而且是乐观的期待。那可惜这里更多的是现在只能这样，我们无法多做什么物理上的事情，只能让他丢给能量，让他自己进行你的故事线，他的故事线，还有你们周遭附近分支出来的故事线，来促成你们更好的距离，更好的距离。好，来，那这张来看一下，中间有一些什么神秘连结才是现在的关系重点哈。好啦，可以啦，7，至少是7啦哈。有些事物你跟他的关系，我觉得这里确实印证了我这边我刚前面是不是说，你跟他应该都还没有完全看清楚彼此。你可能以为你喜欢他的点是他的点，他的特色是他身上本来就有的，所以你喜欢他。但是他有可能是你组织了你对他的印象跟感觉，找到了那个点喜欢他，可是其实他身上没有，或是不像他，也不是他有的。那这边圣杯7再次强化了这个点，就是现在你们两个都还没有很看清楚彼此是谁，是怎样的人格，是怎样的内在。而且这边有更多的着重是在你看他，加上你喜欢他，你喜欢他的内容是你想要他成为那个你会喜欢的人，还是你把他想象成某种强化或美化的他在喜欢，而不是他真实的。所以这边才会有一种是停一下看清楚看一下的讯息会出来。这边叫你就远远的看，这边叫你不要靠得太近，这边说还需要观察，懂吗？这边说你对他的情绪需要有所克制，有所管理。这边说你现在看到的可能是背对着你的他。这几个讯息都在讲还没有看清楚哦，或是需要再看清楚。再做一次提醒，看清楚并不是说看清楚他其实是个坏人，这个角度不是，而是要看清楚你喜欢的东西在他身上到底有没有。那这个责任也可能在身上，就是你可能没有很确定你到底喜欢这什么，但这中间也有可能感觉错误，但这中间也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太近距离的眼神交换，在某些比较远的距离的眼神交换是朦胧的，是错误的，或是时间太短暂，不够长久，不够长，让你能够得到的更多。有的时候1步之遥的距离跟真的10步之遥的距离，看一个人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两个人的灵魂的接近会有不同的感受，你能看到的东西更多，而不会只是个轮廓或剪影。那这边就只能说讯息很多者刻意的介入，说我们把这么多讯息就归类到一个句子就说了，就是说再等一下啦，再等一下我们就会知道，再晚一点就知道，再晚一点得到更多讯息啦。现在不是确定彼此是不是互相喜欢的时间点。好，有的时候看牌就是这样因为连我自己我翻到这里，我都会觉得我被丢到了一个迷雾里面啦。讯息很强，都各有暗示，但都没有偏离同一个方向。那我也要必须在好几个东西讯息整理之后，才知道说原来他们在讲的是同一个东西有的时候是需要这样子。好，所以才要再有不同的牌阵里去找到线索了。来，
既然这样，我先把上面的都翻完哈。好，这里哈，我必须说，难得出来的火能量啦，然后又在这里，它本来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烫、很严厉、很要求你我他的一个位置，然后又出现国王牌，所以我觉得它这里有一个警告跟警惕意味比较重啦，就是我必须有一点小残忍的说，他这边说，虽然你正在期待着某个爱恋，你喜欢一个人什么的，可是他这边在讲，那你已经够好到可以让任何人喜欢，或是让任何你喜欢的人也能喜欢你了吗？你也能成为别人的幻想吗？你也能成为别人的期待吗？你成为了那份可以交给别人的礼物了吗？然后这边其实有一些底层讯息，他在说小心哦，贪心或是想要获得，会把一切搞坏。那我必须这边说，这边他讲的是说，你可能有些寂寞，有些孤单，然后突然在很靠近，可能有一点点情愫的人身上，就像这个，你已经看到你会喜欢，好像好久才看到这么喜欢的人，然后那份想要得到、想要在那边得到温暖的这一个欲望，反而会让你有点看不清楚自己啦。他这边有一点点这样子。那这里也在讲了一件事，我们刚刚有说，我们是不是说，那如果我们要直接去突破，直接去告诉他，直接去接近他，好吗？不要管这个距离，不要管牌面上说现在这个距离最好，先停看，不管，我们就直接突破，好吗？这边直接说，如果在不和谐的状态产生了冲撞，它会直接走到毁灭。原本这个牌阵就有这个暗示，可是他又用国王牌来说来加重这一件事情，因为它是强大的火能量，等于是丢了一颗手榴弹，丢了一个陨石，就去冲撞。它不是一个稳定的思绪平静的说可以冲，没有，这里反而是没有，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跟现在非常不适合去做一些激进的、过度积极的事情。这边说了哈，只能说这张牌位置比其他在更严厉的诉说一件事情，就是叫你先不要做任何事，是听不懂吗？这边有比较这样子，很严厉哦，我只能这样跟你说。虽然这里很严厉，扮黑脸，可是这里很多人都在扮白脸啊，都在说不要急，甚至连这张本来刚扮黑脸的位置都说不要急，是有希望的，要慢慢来，还要再看一下。我希望这是唯一一个最凶狠的位置，最凶狠的牌面。来，好。正一排出了，正一排又在所谓的许愿的位置，所以他在说，你认真的去期盼这个人跟你未来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的话，其实可以许这个愿啦，但是他可能会有其他的故事线会发展出来。你以为你的身心灵是想走到那一个你许愿的位置，结果中间其实你自己发现了一些事情，得到了一些感觉，你说不定自己先离开了这个愿望呢。讲白一点，就是你许的愿望是最后想跟他在一起恋爱，喜欢他，可是在这一个正义牌寻找你跟他关系的真正的样子的路径上，就是你跟他越来越接近，越来越了解他之后，你才发现说，其实你是不喜欢他的。这里在讲这个哦。他这边说，你当然可以许那个愿，你当然可以有那个愿景往前走，可是不见得决定这个故事的结局的人只有对方，你自己说不定就不要了，也有可能。那这边说，这边完全符合前面的，在观察，在看，现在先停着看，因为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面向。看到不一样的面向。也有可能是你突然喜欢了别人啦，也有可能发现你没那么喜欢他啦，也有可能是这个距离太麻木了，时间拖太长了，也有可能。也许你今天看这张牌，你心里想着你暗恋的人，那个人是不是暗恋你的？这个人，说不定本来在你心里也没有那么强大的位置，没那么重的位置啊，可是你以为他是唯一的人选，他有很多的原因。
那正义牌这边说，可以啦，可以往前走，可以往上寻觅，但是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真相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在你们之间，在你观察他。但是我必须说，通常这样子的题目都是双向的，它并不是说你会找到某些真相是属于他的，而你自己脱离或是对他有改变的感觉。它有一些是，也许你会发现你自己身上的某些改变跟成长，懂吗？它是双向，它不会只是对着这个人什么。哦，光是今天看到这个牌，我相信就有一些人被敲醒了一点点，就是原来我不知道我在喜欢什么。我相信应该有些人有这个感觉了。原来我对于我暗恋我喜欢的这个人，我们中间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距离，攀不过，爬不过，是我过度乐观的以为应该还有更多哦。这组牌我不觉得他是在叫醒谁，我觉得他比较多的是你眼睛、你心里好像在追逐着一个你还没有看清楚的东西，但你想追逐而已，懂吗？哦，你觉得这其中的某种快感让你想要追逐，可是你好像还没看清楚哦。哦，那到底这一个追求，或是这个人的好坏，这边都没有说，它是开放的。所以他也有可能是你会发现这个人的更好而更加喜欢，但他也有可能是你没看清楚，结果就投入了太多，原来你自己的持续力、续航力也没那么长久，也没那么久，你没有想要等到他喜欢你，你自己就觉得还好了，也有可能是这个讯息哦，所以这里才会说需要先找到一些协调，找到一个平衡啦。一定是某些角度的欲望投入的太多，有点失衡，也有可能是他那边正在经历什么，他那边比较混沌，所以你这边比较安宁的能量不得靠近啦。哦，会有很多会有这种。好，来我们再看这里哈，那这个我们把它当成结语，最后再看。我们先来看这里，这里是一个整合了各方的讯息之后，你自己身心灵内在给的一个答案啦，好，所以是圣杯3的话，那问问朋友吧，问问朋友吧。现在这里告诉我说，某些智慧的奇异点，某些智慧之眼，某些明亮的角度，在附近的人啦，这是一个。哦，第二个是先把它抛开，先自己去玩耍。哦，在别的世界、别的宽广的角度，你会找到有点类似的欢乐跟快乐会出现。哦，不要拘泥在这个人身上。讲白一点，你有可能在暗恋下一个新的人啦，也有可能。好，机会还很多。这边有说哈，因为这里位置在讲的是说，他在暗示着这里哈，宝剑8跟宝剑8的那个封闭状态。其实国王牌也有一个封闭状态。他在讲说，你有点像是在自己的想象空间里面烦恼着。其实一个不难的事情，所以这里才说去看看朋友，去跟朋友一起出去哦，很快就会知道自己被关在某个思绪里哦。这边，那这边也在说你有哪一个智慧可以处理啦。那这一份能处理这件事情的智慧，包含了你过往的经验，包含了你理解别人的爱情所得到的答案的总和。所以你其实没有那么难面对现在这一份暗恋的答案，跟你也没有那么拘泥在一定要在这个暗恋的人身上找到答案啦。好，那这一个宽广的世界的钥匙，打开的钥匙都在旁边的人，你的朋友、你的同学，平常出去的，跟他们多出去，然后认识新朋友也可以。好，那这里给的智慧建言是这个。而且这个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哦，那不是牌面特别要给你，他只是在做提醒哦。好，来，再来这个，你看吧。通常这两个是两两搭在一起的，因为它有一个路径走。好，它有一个路径走，他这里理解了什么，而去行走了什么，去具体实行了什么。哦，
他是守护他的，所以他这里在讲的是说，你自己的内在心灵其实是可以再更开阔的，不会拘泥在这里之外，你可以大方的往其他你想走的地方去走，去认识新的朋友或什么。就是我讲一个最白话的，他在说，你会暗恋这个人，你会喜欢这个人，你会想找人，也会这件事也会在其他人身上发生啦。好，大胆的去开阔一下自己的方向，好，可以有点坏心的把这个暗恋的人当成是你的选项之一就好了，因为他这里的着重点是在于你的快乐啦，你的快乐，他比较在乎你的快乐啦。这里比较怕看到你太想要只得到这个人的答案，可是能量上却看到了更多，他的更多是这个人现在或是这个方向没有准备着什么答案啊，因为这个情况很多都还不适合，还没完成。好，这个要去要答案的窗口对接都还没有出现，没有人收到这个题目，所以没有人要回答。如果当我们还在拘泥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变成只是一个空等。那所以这边就只好叫你看清楚，可能是在看清楚我们吧，可能是在看清楚我们阅读这组牌的朋友说，我们好像是关在了某一种思绪的小圈圈里面。所以下面一些比较乐观的解答就是去行走吧，去开阔吧，去享受其他的庆典吧，去感受到幸福吧。不知道怎么去，从朋友开始，去找你熟悉的朋友开始，听听他们的故事，听他们的新故事，听他们的处境，听听他们对你这件事情的看法。你会发现，他们用非常悠然的态度去看待你本来很拘泥、被禁锢的事情。你才发现说，我不是需要别人来帮我，而是我本来就知道没那么难。可是为何我把它想的，或是我把这个答案变成这么渴望知道？会这样子啦，它有一个，所以我说这个题目比较难，这个题目比较难，因为我们几乎是在猜测一个很靠近的人，那我们只能在牌面上得到牌面上非常多的讯息，那这些讯息通常都是一个暗示，暗示你说，以2号牌来说，他在暗示你说，等一下啦，你都看错咯，你都想错咯，会有这样子。你再思考一下。来，最后一个，这里最后一个，来，然后圣杯8，我只能说8出的蛮多的。那8出的蛮多的，通常都是一种怀疑、犹豫、不想面对那可是，在这一个位置，我觉得完全符合这一个3张牌的逻辑啦。他叫你转向，他叫你转向，先转个方向。这边比较多的是，他可能认为你看着这个人，看着你暗恋的人，你想知道答案是什么，看到方向是什么，你很努力的在看清楚。可是从这里都在说，看的角度可以改变了。上面比较说可以看清楚。可是我觉得被暗示的是说，看清楚好像看也看不清楚，那不如去注意力换到别的地方去了。从这里一路这样转，我觉得他最后直接告诉你说，这里是不是先有一些牌说，先不要想啦，先放着，也有这个讯息，对不对？这里反而直接说，他也没有叫你不要想，他叫说换个方向吧。好，我先说。我们通常会把它非常简化成生活的。这里如果是你的朋友跟你说换个方向吧，通常是在暗示你说这个人没希望了，不要想。可是这里并没有这样说，这里不是这样说，现在只是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很难找到可行的路。但是这里有好几张牌都说是有希望的，还有机会的，只是现在它还没有串联起来。那这边比较像是说，不要浪费时间现在想这个事情，你先找别的方向去感受更多的欢乐。也就像我这边想讲的，你可能也会暗恋另外一个新的人啦。这也不是一种背叛或什么，因为他可能会有类似的人会出现，或是你内在的心开阔了，或是你在朋友的遭遇或是故事里会看到不同的角度去做一个内心的自然的对比，你才会发现说你拘泥在你今天所要提问的这个人身上了。
那他有的时候会很真实，因为他可能跟你很靠近，他跟你有互动，然后会有一些误解，然后他会融合了你的渴望，然后很接近你的渴望，而且他很接近能够具体实行出来的结果，就是很接近。答案是他也喜欢我，可是这边很多都说没有哦，有可能没有看得很清楚哦，只是上下牌的上面是很严厉的啦，上面的牌这比较多的讯息是在告诉你说看清楚看破啦，比较严厉，就像我刚讲的半黑脸都在上面。那这些中间比较中庸的、比较温和的，下面是更善良的、有点至高的善意的牌，直接跟你说你自己也很重要啊，你还有更多的时间空间可以去，我讲白一点，可以去喜欢其他也很好的人呐、我不是想要把形容成是更好的，反正就是说也有很多很好的人呐、好吗？好，爱情或是恋爱常常让我们把世界想小了，因为它有一种稀罕度，好像喜欢或遇到一个喜欢的人这件事情非常稀罕，所以好像这珍贵到不行。可是你回顾你的人生里面，这情况出现过好几次了。哦，那还好，今天这组并没有到那么投入到那么深入，许多都还在幻觉之中。我必须说，这张圣杯七其实它在的位置在讲你们之间的结构是什么。他坦白说是个幻觉，只是我不想这样子，我觉得这样讲起来太残忍。我只能说，大部分都还在不确定你看到的是不是他身上有的。哦，都是一些蛛丝马迹，有可能那不是真正的他，所以这边才会有点暗示说你有可能喜欢错样子，懂吗？所以这边他有说要看清楚、认清楚，因为还有很多他的样子可能是更好，可能是更坏，不知道，但他有可能是你不想要的，即便那是好的，懂吗？或是你没感觉的。好，好，我想讯息有点残忍，我觉得今天两组牌都蛮残忍的。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契机，是他都有在大家心里有点点醒了一下执着这一件事情。记得，通常你对某些事情有所执着，而把它转换成我需要更努力就能突破的时候，通常都有一些小恶魔在里面哦。你要相信，有些事情你只要轻巧的做、随意的做，得到的成果就非常大，因为那个符合你的能量、跟符合你的天分才能、跟你适合做的事情。好。有些我们看了这么多牌，有些爱情呢，就是你们一见就一触即发，即使是完全的陌生人，在眼睛看对眼或什么。可是像这种暗恋的状况，通常暗恋的牌非常难解，因为通常会来看，就表示能量的连接不强、不明确，所以通常在这种牌翻到都会告诉你说，应该有其他的事情要发生，所以对方很难专注。或是真的有其他的事情，那牌面不会给你那么多答案，牌面只会告诉你说这条路现在不通，这个时间点还没到，你们的故事线可能现在还不在附近，或是连平行都没有，所以看不到那个交集点。现在只是物理上两个人的生活、工作或什么很靠近，会有很多类似有机会的讯息会出来。可是从牌面上就看到能量是没有连接的，还有一些阻拦，所以这边就只能这样告诉你，只能给你一些概念上、直觉上的暗示，就是你就会把它当做是一些你已经知道某些秘密的人，可是你去问他的时候，他无法告诉你秘密，可是他只能用旁敲侧击的暗示你说，再等一下啦，不要急。这组就是这样哦。好，可是这组比较乐观的是，这里有一些牌告诉你说，只是现在这个时间点不好，不代表后面的路被封死了。哦，这组这里比较好一点了。好，那就先这样哈。那我们可以去思索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两张天使牌的讯息给什么建议哈？给什么好的方向？那它也许会连接到今天的牌组，但也许只是独立出来给予你现在的生活的一些讯息哈。两张。好，这里啊，这个跑出来了。然后，好，等一下我看一下，这很小。36，看一下，看一下我的笔记哈。
看一下我怎么整合的。36的话是梅纳德尔啦。通常梅纳德尔会，这有点太硬了哈，它比较像是说有点种瓜得瓜，就是你付出什么会得到一些对等的啦。比较重视的是说，一步一脚印的慢慢走啦，不要照见。我觉得有点符合啦哈，就是不要急啦，或是，我觉得它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是，不要觉得你现在走的那条路是你唯一能走的路。好吗？这里给的讯息是这样哈。那再来第15哈，是不是哈利尔哈？他讲的是你某一些清理，心理上的某些清理，某一些清洗这样子。他这边有说，你可以试着在每天洗澡把自己弄干净的这一个行为上面的时候，也顺便在心灵上也做一个替换，也做一个心理的清洗啦。好，去反省，去审视一下今天做对做错的事情。做对的不要骄傲，做错的不要太过责备自己，只要感受到有好坏的分别，有差异，有可改善的空间，但也不要那么认真的觉得我今天做错一定要把它改善到最好，不要。我觉得这边比较多的是你要感受到这些差异，它就算是一个内在的心理的整理，它比较像是你电脑重开机，重开机里面的东西不会做改变，但是它会变得比较整齐一点。好，为何我说它这个不是反省？因为，那都是你啦。好坏、错误、对错、是非，都是你自己。我觉得要比较立体的面对自己所拥有的各种面向，比较像是这里所谓的清理。我觉得他这个清理不但是打扫把脏东西拿出去，我觉得他就要把它排列组合排整齐。好，我觉得在你每次清洗洗澡的时候，就有点要这种些微的焕然一新的感觉。每天做，你会发现你不会在这么混沌的时空里一直持续的待着。好，大概是这样。今天这两组天使讯息大概就是往这个方向走哈。好，那最后做一个小提醒，因为这组牌通常这个题目暗恋的牌都非常难，所以它有很多讯息很杂，需要组织起来你才会找到方向。那如果你听的时候有很多你听不懂，你没办法接受，或是觉得一团雾水的，就不要听了，就不要管它了，也不要重听，就把它丢掉。我们需要寻找的是，我每个影片都会再讲一次。我们需要寻找的是其中的关键字或句子，能够打动你，让你心里有感觉，然后你要跟你心里的本身的疑问跟句子声音做一个对话，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答案。你自己的见解，那这个见解有可能是完全否定掉这招牌都可以，或是认同某个角度都可以，但是记得一定要有这个流程，是经过你自己的身体声音之后，融合出一个你自己的答案跟声音，然后这个答案跟声音会让你找到属于你自己适合的方向，它才不会让你被牌面上的讯息，你依赖着它，或是被它牵引着，只能往那个去，那会进入一个窘途啦，好吗？好。就像眼前有20个门，告诉你都是光明的，你总不可能今天，我不能说不可能，但是最好不要牌面跟你讲说就去开3号门，你就只开3号门，你忽视了其他17个门的可能性。可是你心底可能在各种讯息的暗示里告诉你说，也许第17号、16号都是不错的门的时候，可是因为牌面上的讯息告诉你说就去开3号，不要想那么多的时候，你就只去开3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心底的声音一直渴望着对16或17号门去打开探索一下，但你要做这个整合，整理之后才发现这3道门其实光亮跟吸引力是不同的，好吗？也许可能是3号门的指引暗示着你16、17号门你也可以开。如果没有3号牌的3号门的这个开门的指引，你可能感受不到第16、17号门也可以打开看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联动。好，它会处在一种你完全不知道开门的阶段，没有一个先指引出来，它没办法触发其他的指引。记得哈，它有这个逻辑，所以所有的讯息融合在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再出来自己的答案是非常重要的。它才不会让你迷失啦。要记得一件事情，怀疑跟迟疑跟确定都是一样重要的。很确定跟很怀疑都是一样重要的事情哦，并不是谁拖着谁，谁去侵蚀谁，谁去侵害谁，他们是一样的重要。所以当你很确定，你也要很怀疑。如果这个感觉同时出来，那如果你非常确定没什么怀疑，那就很 OK 啊，那就表示在这场战争里面，怀疑都承认了。确定的方向是对的，懂吗？但是如果那一份确定无法去征服你心中的怀疑，那就表示现在怀疑的能量比较大，那你可以先停住，
先去支持怀疑的能量，懂吗？哈，不要被这种看似无形的能量跟神秘力量，它所带来的强大的指引，而去完全跟随了。记得一定要过一下自己的身体内在的身，因为你自己身体内在的能量也很重要，也很强，只是你的应用到了什么程度，你对自我的开发到了什么样子的程度。有时候你会只听到很明确的声音。好，来就这样那很长，谢谢你们来听哦，真的谢谢你们来听，那祝福你们哦。